我们送衣服被子啊？你赶紧问他家地址啊！等雪停了，我们好去找他还钱。小美便接过手机，手指明显冻僵了。打半天我也没收到一条信息。我对着壁炉和我面前的茶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将照片发给了小美，用懒洋洋的语气发了条语音：哎呀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下雪了，还下这么大，得亏我家里是有壁炉的，不然真要冻死了。小美的神情和动作立刻变得僵硬了，随即咬牙切齿：他居然在烤火，他还有吃的喝的，他怎么可以过得这么舒服？二蛋显然也被刺激到了，他愣了一会儿后就催促小美问我的地址。小美立即打来了电话，但被我掐掉了。我跟她回复说，我饿了，要去做饭，因为上午铲雪出了大力气，所以午饭我打算吃好点。我将已经解冻的鸡洗净剁块，将锅架再在炉子上开始慢炖。这是我老爹生前最爱吃的小鸡乱炖，有肉有菜的一大锅，十分下饭。差不多半小时后，我拿筷子戳了戳，鸡块已经能戳进去了，便开始吃饭。但我是个善良的人，自己有吃有喝了，我哪能忘记二蛋和小美呢？那自然是要将这锅香喷喷的小鸡乱炖拍给他们瞧瞧的。我毫不吝啬的都发给了小美。监控中，小美拿起手机一看，哇一声哭了出来，她捶打着二蛋：我快饿死了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办法？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干嘛给我发这个？二蛋正忙着打警方求助电话。警察叔叔，我们没有吃的，也没有厚衣服，我们快冻死了，快点来救救我们！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就见二蛋的眉头越皱越紧，都不用猜我就知道警察也无能为力。二蛋脸色铁青地挂掉电话，小美又缠了过去，将手机上的照片递给他看。二蛋看着手机，脸色阴沉，眼里满是怨毒。傍晚时，我又上了2楼露台，查看了一下通风口，大雪依旧急，好在通风口被我加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最少2天内不会被埋。我牙齿打颤的赶紧奔回防空洞，在炉火前烤了半天才缓过来。然后我就发现二蛋和小美那边的监控连不上了，楼栋群里大家都哀嚎，停电了。原来是小区停电了，没有电，空调不能用了，对二蛋和小美来说会是地狱般的毁灭。我打开某博，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，除了求助哀嚎外，我看到许多部队警察投入清雪救助的活动，无数的电力工人顶着零下几十度的寒冷，冒死抢救被大雪压断的电线。当看到这些为灾情献出生命的英雄时，我泪目了。我突然对二蛋和小美的下场不再感兴趣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气温再次骤降，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恐怖的零下40度，而我每天都躲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烤火喝茶铲雪睡觉。就这样，大雪持续了半个多月之后，终于停了。我搜索了附近的志愿群，加入其中。而在救助的过程中，我也得知二蛋和小美早已冻死在屋子里，而两人生前好像有打斗的痕迹，原来是因为家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面包，灾难面前人人自危，两人便为了最后的食物打了起来，最后落得两人都惨死的下场。